当全行业都在网红化，诚意为什么偏不直播带货？你发现没有？几乎所有行业里都有一条铁律，你曝光的越多，你就越值钱，你越频繁地出现在所有人面前，你的商业价值就越高。这条逻辑在带货主播身上成立，在网红身上成立，在大部分需要被看见才能活下去的职业身上，它都成立。但是娱乐圈偏偏出了个反例。我说的是诚意。先讲清楚啊，今天这期我不是来夸他的，别误会，听我说完。我是想拿它当一个样本，你把它想成一个长期实验里的对照变量会更准确。因为在一个所有人都拼命刷存在感的环境里，他几乎是那个反着来的人，而反着来的人恰恰最能帮我们看清这个行业的底层逻辑。那么问题来了，营业那么少的一个人，凭什么粉丝盘反而那么稳？今天咱们就一层一层把这个事儿剥开。我发现一个事儿，越剥越有意思。先说第一层，你们肉眼能看到的那个诚意。大众视角里，诚意是什么样的？营业不密，短视频、直播带货、综艺常驻这些东西，他参与的不算多。热搜节奏也慢，别人是隔三差五挂一条，他经常是一部戏播的时候集中出现，播完就消失了。说白了，按现在流量艺人的营业 KPI 来打分，他这张成绩单看起来是不太达标的。这就是表面。你停在这一层，很容易得出一个结论，这人是不是不太亲粉？是不是有点懒？但你先把这个判断按住，因为我跟你讲，这个判断是这期视频里我们要推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。说起这个，我突然想到，我自己刚开始看 CBIS 那会儿，也是用营业勤不勤来判断一个艺人红不红，值不值得追的。那时候我寻思，营业多等于诚意足吗？后来看得多了才发现，这套标准本身就是被流量时代喂出来的偏见。行，接着往下剥。第二层，媒体没告诉你的那部分。高密度营业，它是有成本的，而且是看不见的成本。这一点很少有人跟你掰开了说。你想想看，一个艺人如果天天直播，天天短视频，天天综艺，他要付出什么？第一，创作疲劳，人的状态是会被消耗的，天天对着镜头营业，留给沉淀角色、揣摩剧本的精力就少了。第二，形象的失控，你曝光的越碎，你的公众形象就越容易被各种碎片定义，你越来越难重新出牌。第三，也是最现实的，下一部戏的选剧压力，当你的热度是靠营业续着的，你就不得不持续接戏来为这个热度，你挑剧本的从容度反而下降了。这就引出一个特别有意思的视角，行为经济学里叫机会成本。翻译成人话就是，你花在营业上的每一分钟都是从别的地方借来的。那诚意这种营业少但浓度高的打法，本质上是什么？是一种主动的成本控制。他把资源、时间、精力、注意力尽可能压到了片场那一端。读剧本、磨角色，连体能这块他都是较真的。为了悬疑新剧《兽皇》里林燕婷那个角色，他专门去练了拳击，工作室还放过那组训练照。你想想，一个演员为了一个角色的硬朗感，肯下这种功夫，这本身就说明他把劲儿往哪儿使了。我打个比方你就懂了。这就像下棋，有的人喜欢每一步都走给观众看，热闹；有的人是在做长远布局，弃几个曝光的子，是为了后面将军。火候这种东西，急不来，慢工才出细活。哦，对了，我得纠正一下我自己，我刚才差点说诚意是2022年开始这套打法的。不对，等一下，我捋一捋，这个时间线我得保留意见，反正不是某一年突然开窍的，是一以贯之的工作方式。这个咱们别盯死在具体年份上。所以你看到第二层，营业少这件事的性质已经变了。它不是偷懒，它是把钱花在刀刃上。在他那个片场强度下，营业的空间本来就被压缩得很厉害，这不是态度问题，这是物理问题。但这还不是最深的一层。重点来了，第三层，真正的行业分界线。咱们把镜头拉远一点，看整个行业。
2026年的 CBIS 正在发生一件特别重要的事，它在悄悄地给艺人重新分类。往前推这几年，你有没有发现，小生这个赛道越来越网红化了？短视频、直播、带货、Vlog 这些原本是是网红的活儿，现在成了不少小生的标配。这本身没有对错啊，我先说清楚，这是一条合理的商业路径，能赚钱，能维持热度。但它带来一个后果，艺人和艺人版网红之间的那条线越来越模糊了。而当一条线开始模糊的时候，市场迟早会反向地，用更狠的方式把它重新划清楚。我的判断是，这个重新分类的拐点就在这2年。到时候会分成2拨人，一波是曝光型，靠持续出现在你面前活着；另一波是内容型，靠作品本身活着。程毅在哪一端？他基本是内容型那一端最典型的代表之一，而且他的作品线是能证明这件事的。你去看他这些年的角色，琉璃里的司凤，莲花楼里的李莲花，再到富山海里的萧秋水，这一路，这条线最狠的地方在哪？在于他一直在自我打破。司凤是美强惨的清冷少年，李莲花是收着眼的淡然江湖客，到了富山海，他干脆一人分饰3角。他没有躺在一个让他爆红的形象上反复吃老本，而是一个角色一个角色的去拆掉前一个角色给观众的印象。这个 level 的不肯重复自己，在流量小生里其实是稀缺的。扯远了哈，拉回来，我想说的核心是，留住诚意粉丝的，从来不是营业的密度，是作品的浓度。这2种黏住粉丝的方式是完全不同的逻辑。靠营业黏的粉，营业一停就容易走；靠作品黏的粉，粘性来自一次又一次他又给我整了个新东西的惊喜。我自己的感受是，这种粉丝盘不是被喂大的，是被一步一步作品慢慢筛下来，然后牢牢留住的。你品，你细品，这2种粘法，扛风险的能力根本不在一个量级上。好，最后一层，这一层有点扎心，我得认真说。包到这儿，很多人会想引一句话来收尾，时间不会辜负认真的人。但我今天偏不想这么轻飘飘地喊这句口号。我想严肃地问一句，时间真的公平吗？你别急着点头。说实话，读到这个角度的时候，我愣了一下。因为如果你诚实地看这个行业，有太多认真的人，努力了一辈子，从来没有被时间回报过。片场比谁都拼，戏比谁都认真，结果就是没报。这种案例多到让人不忍心数。所以时间会回报认真的人这句话，严格讲，它不是一条定律，它更像是幸存者的事后总结。这个判断我也是最近才想到的，我的视角有限，你们要是有不同看法，评论区咱们聊。那诚意算什么？我的看法是，它是实力加机会都对上了的那个样本，不是努力就一定成功的默认证明。我不想把他塑造成一个鸡汤主角，因为那反而是对他努力的不尊重。懂行的都知道，在这个行业里，能把实力和机会同时握住，这件事本身有多难。换个角度看，这恰恰说明了那条内容型路线，在他身上是真的走通了。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，我开头说，几乎所有行业都有一条铁律，曝光越高，越值钱。那为什么这条铁律在程毅身上失效了？我现在的答案是这样的，因为他赌的根本不是曝光这个变量，他赌的是作品浓度这个变量。在曝光型的游戏规则里，他确实成绩不如某些人亮眼，但在内容型的游戏规则里，他几乎是满级号的那种从容。2套规则，2条赛道。拿带货主播的 KPI 去考一个内容型演员，本来就考错了卷子。所以留住人的到底是什么？不是营业的密度，是作品的浓度。这种慢，这种稳，这种反着来的坚持，值得被看见。懂他的人会懂。行，今天这期就到这儿。回到开头那个问题，曝光越高越值钱这条铁律，你觉得在2026年的娱乐圈，它还成立吗？哪些艺人是你心里的内容型样本？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一条一条看。